财产是联名的，包括银行存款和房产。假如当中有其中一人不在了，在生的那位将会自动拥有那财产。你觉得这是对的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黑莉，是一名理财规划师。我的频道是关于投资理财、理财规划，在我们人生之中不同阶段所需要知道的理财知识。想要了解相关的内容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点击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的影片了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联名资产所需要知道的事情。这联名的财产当中，要看是银行的联名户口还是联名房产，这两者都有分别哦。然后，影片的后半部会提供一些小建议，应该如何解决因为联名所带来的问题，所以要留守到最后哦。相信大家都会有银行的联名户口，和父母的、和兄弟姐妹的，或者是和配偶的。而万一发生什么事情，这联名的户口中的钱是不是属于另一半的呢？这就要看一开始开设银行联名户口时，双方所决定的户口授权指示，也就是如何操作的指示。这授权指示通常分成两种。第一种联名户口，申请联名户口时，假设申请的是其中一方签名，就可以操作银行的进出款项。那生存联名人就可以到银行处理，将财产转至个人的户口。通常在开设户口时，都会有一条条款列明，作为户口持有人，同意一旦其中一位户口持有人去世，银行或授权支付户口的信用余额给仍在生存的户口持有人。举个例子，由于姐姐和姐夫到国外工作，为了方便处理银行的运作，和妹妹开了一个联名户口。假如姐姐突然有什么事情不在了，妹妹有权取出联名户口的全部存款，姐夫阻止不了。而第二种联名户口，假设申请的联名户口是需要双方签名才能授权银行的任何操作的，万一当中有任何一方不在，户口就会被冻结。如果没有立遗嘱，这联名户口的其50% 财产将会根据1958遗产分配法令分配给继承人。继承人包括了去世那方的父母、配偶、孩子，有时甚至延伸到了兄弟姐妹、祖父祖母、父母的兄弟姐妹、曾祖父曾祖母、曾祖父母的兄弟姐妹。关于遗产分配法令的详情，可以看看之前这个视频。假如有遗嘱，那50% 就会根据死者的遗嘱来分配。而至于房地产，很多情况是为了获得银行贷款的批准，而加入了兄弟姐妹或者父母的名字。还有常见的情况就是夫妻联名买房子。要记住的是，万一任何一方不在了，不在那方的拥有权并不会自动转给在生的人的。比如夫妻联名购买屋子，在完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，突然丈夫不幸去世了。假如丈夫的父母都健在，而且尚有一个年幼的孩子，由于没有立遗嘱，所有现金、存款、房产、股票、信托基金等资产将会根据1958年遗产分配法令来分配。家中的父母、配偶、孩子人人都有份继承。在这情况下，那50% 的房产，1/4归父母，1/4归配偶，1/2归孩子。而进一步想，假如联名买房子的是哥哥和弟弟，如果其中一人不准备继续供款，或者没有能力偿还，另一人必须承担全部的房屋贷款，以避免产业遭银行拍卖。或者万一其中一人陷入破产，其名下的产业将会受影响，连带影响联名者的产业持有权。那假如其中一人要卖掉产业，可是另一人不同意，那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。看到这里，如果觉得内容有帮助，麻烦你们点个赞并留言分享，这样会让我更有推动力的分享更多的相关视频哦。那要如何解决以上的问题呢？假如是银行的联名户口，我们可以在遗嘱注明该拥有权是属于联名的另一方的，以避免日后其他家庭成员起争执。假如是房产，也必须在遗嘱注明那50% 联名的分配。如果在生时就想把联名的问题解决，那么可以选择以市价买下对方的拥有权，或者转让给对方，
也可以选择双方还在的时候，趁这市价好的时候，尽快卖掉联名的产业。如果不管怎么样还是选择继续联名，那么就应该确保联名的所有人都有投保到贷款的金额。比如说，三兄弟联名买了150万的房子，贷款120万，那么他们个别都必须有40万的保险来保这房屋贷款，而且这保险一定要足够提供贷款期限的保障。如果贷款是30年，这保险也必须提供保障到30年。至于遗嘱方面，也要清楚注明1/3的拥有权如何分配。从以上的例子看出了遗产规划的重要性。遗嘱清楚注明了如何分配，就不用担心联名的那部分被兄弟姐妹或者父母瓜分。立遗嘱是一个未雨绸缪的举动，它保障了我们的资产，还有我们所爱护的人的利益。只要已经达到法定的成年年龄，就可以立遗嘱，将所有的资产、存款、信托基金等列明在一份受法律保障的遗嘱里，将财产分配给挚爱的人。不要因为麻烦懒得立遗嘱，或者担心立遗嘱很贵，而不考虑提早立遗嘱。其实最简单的遗嘱可以在10分钟内就完成，而且假如你还年轻，资产不多，分配的也很直接，可以选择网上立遗嘱。网上立遗嘱就是自己在线上填写手上的资产是什么，受益人是谁，价格非常合理，而且还受到法律的保障。如果你也想了解如何网上自己立遗嘱，可以在留言写上 I want e-view， 我会把资料发给你哦。当然，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分享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会一一回复你。假如你想私下联络我，也可以填写留言区的表格，获得免费的1对1咨询哦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觉得内容有帮助，记得按赞并分享。我的频道还有其他关于投资理财规划的视频，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赶紧点击订阅吧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